任何低价藏不住。本节目由藏在微信里的同程旅行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玩转你我他，让我们乐在一起的可口可乐分享瓶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潘婷胶原泡蛋发膜赞助播出，一颗72小时弹韧亮，根源改善发质。万能的淘宝，淘到心头好。本节目由万能的淘宝赞助播出。杀戮直播即将开始，杀戮直播，喝一喝，包子，即将被淹死。他想看我们一个个死掉。对。8分糖白汉子豪胜失败，喝你一把金汤勺，即将被强夹死。你们没死。对。帮凶名单，白汉子，你是引诱，和你爸是赌。柯安看是从恶，帮凶名单只有你一个人。小青蛙的歌。你是谁？到底你说？你是谁？接一下。喂，你好。你好，这里是内饰皮革厂清仓中心，恭喜您成为幸运客户。本场转型大酬宾。不是，它的铃声是小青蛙，你们听到？看看这里有什么东西。老板，钱收到了，咱们这边等您的安排。有点心情不好，需要通话一下。那是推有福的声音。还有一张。工作汇报兔老板，汇报人谈钱。所以谈钱他也不是我们的老板，他就是个傀儡老板。对，安文哲是投资人，谈钱就是个经理嘛。下一个是这是他的常规需打赏监测记录。青蛙爸爸是流量第1，但是死亡。啊？已被老板要求处理。青蛙爸爸是什么？哎，我想问一下，你那个手机壳上为什么有青蛙？你是谁？到底你说？你是谁？你是谁？我是青蛙爸爸，我是青蛙爸爸，是青蛙爸爸，我是青蛙爸爸。你是啊？青蛙爸爸。什么？我是青蛙爸爸。Top 1复活归来，已升级进入限量直播中。小青蛙是我的女儿。你女儿死了？我现在不知道她死没死，就在你那房间才听到说是在她工地坠楼了。从我旁边脚手架上掉下来一个女的。就是小青蛙。你的印象里她失踪了？对，然后呢？我有一个女儿，她14岁的时候生病了，很需要钱去救命治疗。但是呢，能力有限，没有那么多钱。我在网上发了各种各样的帖子，想让大家来帮助我。但是没有人来帮我。但是呢，这个点被一家公司看到，一个 MCN 的公司，然后他们就找到我说，我们可以利用你女儿生病，一个单亲爸爸的这个点，卖惨，炒作，来说，我们帮你弄个直播间，你靠这个打赏也很多，你挣钱。我一想我没有办法，对，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就是穿着这个青蛙的这个衣服。直播间打赏了多少钱，我就会跑多少圈。渐渐的，我发现啊，直播间里会有很多人，也是在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也不断在鼓励他们，
他们也同时给我带来的这种能量，也在让我鼓励着我自己跟我女儿嘛。6月份的时候，我马上要直播了，但是我女儿的药突然没有了，所以我要去医院。买完药我往家走的时候，我就看了一眼手机，之前女儿给我发了个信息说，爸爸，突然有一个神秘人说是，你要是现在立马能直播，我就给你一大笔钱啊！女儿要替我去直播。一想，女儿既然要替我去直播的话，那肯定要进我直播间。然后我就打开直播间一看，我直播间怎么被封禁了？然后我就在网上搜那个直播的片段，就发现我女儿就晕倒在我们经常直播那个公园了。我就很担心，冲向那个公园，什么都没有。那既然直播被封掉，那我们公司一定是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回公司呢，发现公司突然间就人去楼空，就什么都没有了。从此跟我女儿就断联了啊，因为我也需要挣钱嘛，然后又突然发现就是这个公司在招人，招电焊工。那你那个销售冠军那个是你吗？这个公司的青蛙爸爸，我一点都不知道。就所以那天咱们去2楼的时候，我不是很好奇这怎么有个青蛙那个，这是什么意思吗 ？Top 1复活归来，你为什么会有这些信息啊？有什么东西？你说。没有，就是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我觉得不对劲啊。当时我不能去表现出过激行为，因为我摄像头在，我也不知道那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嘛。然后晚上我就偷偷的回到2楼，然后在里边发现了这个手机链嘛，所以我确定这些东西都是我的。那么我的小青蛙有可能就跟这个公司有着极大的关系。这是个退友服的日记本。我好像明白了青蛙爸爸说的话，活着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赚不到钱的主播，安文哲写的是你是吧？他这里面写的就是青蛙爸爸的那碗热汤面温暖了我。是我，一定是我。安文哲把他当成一个电子爸爸了，虚拟爸爸，精神寄托吗？精神寄托吗？安文哲他，来到这儿其实是为了找我。什么玩意儿？但以前我们都不认识啊，他可能是我的粉丝。然后呢，后面那个杯子，这是我的杯子。谈8511就是这个账号，他控制了青蛙爸爸。一开始搞什么重生直播的噱头，吸引了很多人去看复活的青蛙爸爸。后来还把高人气的青蛙爸爸送进了杀戮直播。我觉得他这个故事能证明的是安文哲是个好人。但如果他跟安文哲是好的话，他也不可能杀安文哲。不是，他俩是网友，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只有我穿上那身衣服，他才能认识我。因为在白汉子的意识里面，这姓安的是投资谈钱的人，而且谈钱已经死了，他死有余辜。对，他想要揪出幕后真凶，就是这个姓安的老板，还说我们是一群无知的人，我很生气。好，就是还人格侮辱。杀人动机是因为他说我们是无知。不。说别人的无所谓，只要他说了你是。我都想杀他了，我现在要公开做他的 X。你不要搞，哎，怎么了？乱码了？怎么了？什么东西？啥意思？不是乱码。
小黑客已成功解密老板手机，正在调取老板手机。老板，我想把青蛙爸爸补进49号，做个通灵直播间，能给您打个语音详聊吗？老板，明天有人要来厂子做检查，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车间搞得天衣无缝，不让人发现任何问题。带着人检查，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好的，老板，我一定打起12分精神。是谈，跟一个幕后老板在聊。没错。那这个幕后老板是坏的，对吧？他不是我们说的这个神秘人是好的，说要停掉。没错。下一页。根据观众反馈，隐藏和常规2款直播已经不够新颖刺激，因此新增3款限量直播、杀戮直播、煽动、贪婪、暴力、造谣、窥私，这些是常见的恶行。是恶之源头，需设计出81个。榜一大哥才能选吗？榜一大哥选择完毕，游戏开始。造谣。水越来越深了，得快一点了。哇，这个好吓人！哎，救命！有人吗？救救我！哎，必须每次死人。下一页。谈钱的黑网管理权已到手，虽然老板的账户还是破解不了，但很快能解决老板本人了，黑网彻底就归我们了。我们，所以这个姓安的雇了一个黑客。怎么了？这是谁啊？安文哲吗？不是。哎，不是你。哎，不是你。你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先？这不是你的照片在这儿。他已经坐下来准备如实交代了，现在开摆了已经。我要再用那个眼神看着我们了。不好意思各位，其实我才是这个直播基地的老板。才是这个直播基地的老板。老板，你就是那个大老板。没错，万万没想到。这个谈钱呢，只是我雇的一个执行者而已。这所有的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杀戮直播也好，所有的糖果也好，这一切都是我的计划。是不是有人在整我？这是一个直播工厂，杀戮直播。我之所以每天都到这个里面去检查摄像头，就是想要亲手做这件事，我才有快感。你是人吗？你杀人，所以你一直在杀人啊！这么多年，你一直在这个直播，一直杀戮直播，杀了无数人了，已经，对吗？对呀。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只有一个问题：小青蛙是你杀的吗？有一天，谭乾跟我说老板，我们这直播突然出现了一个意外，然后呢，他已经处理好了，告我不用担心。你说他女儿掉下来这事儿是吧？没错，因为我不负责来实行操作，他只跟我汇报工作就可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你跟这个安文哲是什么关系？我跟他不认识，就前一天谭乾他给我发消息，他说老板有人要到我们公司来检查。我心想说那检查就检查呗，但是我们的秘密不能泄露出去啊。然后呢，我叫谭乾陪着他，所以这个安文哲就是昨天来检查的人嘛。但是呢，突然昨天谭乾死了，突然安文哲来了，说我要接管这个公司，我当时就懵了。从今天起，这个推田食品厂就由我接手，也就是说，我是你们的老板。我想说，我才是这个公司的老板啊，他凭什么要接手？所以呢，我在半夜的时候就去到了他的房间，他的办公室，去到他的那个密室里，我看到了这张
手机上的消息，他有时间12点38分。有一个他雇佣的黑客说谭钱的这个账户已经解开了。对，但是关于我的账户他还没有解开。他这里写的是，虽然老板的账户还是破解不了，但是老板本人马上就能解决了。是想解决掉你？他想干掉你。他知道你是老板，他知道你是谁。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是谁，但是他来抢了我的公司，这是我的地方呀，他凭什么对吧？所以你想杀了他？没错，我承认我要杀他。所以你的杀人动机就是因为你知道了他想要接管你的公司，你就想把他杀掉，以及他马上要揭露你的身份了。没错。你看看你拿着那个手机那个笑容，下一秒就要拔刀了。你这杀人动机比他还强。而且我跟你说，你最可恶的是啥？你大半夜的还换了套衣服，和大型的风缝。最可恶。哎，等一下，小黑客已成功接管直播后台。全是监控的地方，这些人怎么都没死？他们好像同时画面，原来宁灯泡是幕后老板啊！还是要感谢宁灯泡杀戮直播给我带来了不少乐子，嘎嘎嘎！表面上是小电工，实际是大 boss， 好带感的人设，我去开盒了宁灯泡。哦，宁灯泡杀人的明明是你们！垃圾小人滚！他觉得观众才是杀人的人是吗？他被线下 anti 了，然后他发了一条微博说杀人的明明是你们。在卫生间。什么？这什么公共卫生间？你为什么把我们家门口？我的家是公共卫生间是吗？我住在厕所里。你看你那个抽纸，那抽纸那块儿，那不是纸篓，那也不是纸抽，那个是我家门口的邮箱。我以为是厕所。我以为是厕所那种。像公共卫生间骂我是一坨屎。是这样的，朋友们，为什么我要做这个杀戮直播呢？因为我恨所有的人类。人类？哦，你恨人类？我恨你们所有人类，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就是经常被霸凌的一个小孩儿。然后呢，我唯一的一个朋友呢是一只小流浪狗，它叫汪汪，一直陪着我。有一次我被我同学霸凌的时候，他们打我，他们抽我嘴巴的时候，这个小流浪狗跑出来，它来救了我，它挡在我前面，然后就是咬了其中一个人，也救了我一命。我就仓皇的跑回家了。然后第二天我去找那个小狗呢，就没找到。在第3天晚上的时候，我在我家附近的垃圾桶里发现这个小狗已经被……哎呀，我的妈呀！然后呢，我就很想念他，我就很怀念他，我就想说，那我就努力上学，然后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人。我要创造一只永生的汪汪。AI 狗。对，经过我不懈的努力呢，我成功了，我创造出来的这个 AI 电子狗，并且我也获得了很多的钱嘛，因为我可以有这个发明创造了嘛，然后又卖出去好多。其实这个汪汪，我设计它的初衷是想陪伴每一个孤独的人类嘛。我给它设定了一个程序，是让它积极的与人进行互动。这个狗呢，它就是有一个自我学习的能力。你人类喜欢听什么，我就跟你说什么；你喜欢看什么暴力的那种血腥的东西，我就给予你这种的回馈。然后呢，突然有一天，我们这个使用这个小狗的一个用户呢，就自杀了。所有人就站起来了，说：“你这个狗就是一个杀人机器。”然后呢，站在道德制高点说这个机器狗是错的，制造它是错的。
所以你反过来想杀掉人，你要把这些恶回馈给我。没错，所以我把我所有做 AI 赚到的钱，我买了一个公司，要做杀戮直播。那你杀掉他们就行了，为什么要杀我们呢？你们都在我眼里是一样的。那现在呢？有所改观吗？这很难评。万万没想到。等一下，这还有东西啊，7个字母，左3右4。哎，鼠标还在动。安文哲有英文名叫 Avenger， 复仇者。你们可以叫我安。AVENGER， 打开了。受害者名单，死者白云。哦，这是那个限量直播间的黑土时代6个人。哦，该我了。大家好，我是白云。大家好，白云。这也是黑土。全都死了，这是你设计的？这都是你安排的？对，你太残忍了，你也太血腥了吧，有点。你知道人和机器的区别是什么吗？机器接收到恶，回馈的是恶，但你是人，你接收到恶，你应该回馈善和爱和真和美，你去唤醒大家。没错，我觉得人不如机器。好，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人和机器的区别。抡起来打，打醒他。你只是家门口被写几个字而已。这些人呢，做错了什么？我们做错了什么？你在那里被关得冒烟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急得要命，我们要去救你，我们拼命的救你，因为你有朋友，你还有善良的人。这些人呢？但是你自愿，也可以不救我呀。好，出了这个门，你和我就是陌生人。但是这些人的那个死因下面都应该是安文哲自己写的。不血深仇不却步。这下面的笔记不一样，对，每个人的都不一样。是不是他们的家人写的，或者跟他们有关的人写的？这还有这个手机。不是这个安文哲手机也太多了吧？每张手机都他自己自拍。老板手机多点不行吗？打开了，快，我们破案，快！安文哲他是假扮众筹的500万进来的，然后他就是为了捣毁这个基地。只有焚烧真凶的罪恶，才能照亮受害者的灵魂。你们一定要找到凶手，让这个人也被绳之以法。他把我们6个人安排在那个地方，是想采集我们的声纹，就是声音的特征，声纹来确定我们其中的老板是谁。每人按照拼音读法完整念出以下内容：啪啪啪啪，掉掉啪啪啪。每个人读，每人读一遍。掉哦，就是我们误会了他，其实他不是想杀我们的，对，他只是想找到老板。对，结果他在小黑客发现他是老板之前就被其中的一个人给杀了，然后小黑客最后发现了，他说宁灯泡背后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更加神秘，查不到任何信息。宁灯泡背后还有一个人，那这个人不是显而易见？因为只有一个人的故事没说了。我真没故事，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进来想为了维持生计要去打游戏。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叽叽喳喳的没完了，听我说。哦，对不起。这个神秘人呢，其实是我的幕后老板。
其实呢，这个杀戮直播只是我的一个想法，但是我很难实行它。不知道这个神秘人是如何知道我有这个想要做一个杀戮直播的想法，他就找到了我，给我投了500万。哦。包括他还帮我实现了一项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每一次杀戮直播都会死人嘛，最后的尸体帮你处理。没错。清道夫。那个人帮他善后。第6场杀戮直播间已结束，管理员可通过传送舱返回工厂。走吧。线索都放箱里了。天哪！接下来将进入 X 确认环节。你们怎么这样子啊？啥意思啊？看你是不是 X 啊？挺酷的，我也在这等着。清白2字写在我的脸上。我不想看了，我不想看了，就看到这儿够了吗？看不下去了。为何？你笑啥？你笑啥呀？笑啥呀？我看他好笑，我看他好笑。他觉得你好笑。你们都笑我，偏偏我最可笑。没办法，我看了就想笑。好了，别开玩笑了。发生了这么多起命案，还在说说笑笑。灵针起手，太吓人了！说笑话最多人就是你，就把他绑起来出戏吗？都给我坐好！我说能下来吗？好怪啊！他们2个人什么？捧场吧，捧场。我们好像在寄宿学校被老师吃完饭批评。我希望每一个人的表达都有主谓宾，谁什么要干嘛。我害怕他杀我。你怎么知道他要杀你呢？我就是觉得那4种死法是他想要杀我的方式，我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可是那个漫画卡片有我们4个人，我们4个人都活得好好的，你凭什么会觉得这个漫画卡片一定他就会？因为我在发现的时候，我只解开了我自己的，我只解开了我自己的。牵强都可以跳舞了。看到了。我要发表意见，可以吗？啊，请说。好的，哪怕他是凶手。不要再这样假设了，好吗？我都不忍心投他，为什么？我还记得刚才的时候，在泳池那个环节，我要逃脱的时候，我说你先上去，弟弟。他说不，哥，你骑我背上，你先上。我驮你吧，没事，真的吗？试一下，可以。他就当时那一下让我就瞬间感动到不行，所以在我心里，我对他就是一个。那这样，那这样这一局咱们就全投你。我不是可恶的人，为什么？还没到你这一趴动机，坐下。好，来，你说。我的杀人动机非常简单直接，就是要杀了他，为我的女儿报仇，就这么简单。好，你起立。你把我们这些无知的人骗到你来上班，你帮这个直播公司招兵买马，你是我手下，还有你。我怎么了？你往群里发链接去给我们打广告，你为了领取那么2个3块5毛的破皮肤，3块5毛钱的皮肤，你就是害了这么多人。还有你，竟然是幕后庄家，你就利用人的贪婪，利用人的投机心理去做了这么多坏事。没有你建设这样的平台，没有人会家破人亡，没有人会家里好多钱为了赌你这个东西已经输得倾家荡产了，已经插不进去话。我一会儿就会被拉走，至于这是我一会儿的结局。但此时此刻，我们都不是什么好人，所以你们已经没有一个是好人，不要来指责我。所以该死的是我们。我只是做了一个杀戮直播，
但真正指使我们去做什么的是那些观众刷钱的那些人。他把锅全都甩给了观众。我只是放了一把枪在这儿，你要不要拿这个枪杀人？难道是这个枪有问题吗？枪有问题，枪就违法了。OK， 刀，这是一把刀，管制刀具还是什么？就是家里切菜的菜刀放在这儿。如果弹幕观众说你拿刀把它解开放走，没错，也就放走了。对，不，你公司有放走的人吗？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因为就是人性的恶就在这儿。但是。没有人可以持刀持械上马路，没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错，你生产的这个东西却不为它制定规则。有规则，什么规则？就是不允许上马路，所以搞了一个这个直播公司。好，我只有一个问题，你这么痛恨人类，没错。为什么你不自杀？你把一帮人骗到这里边来做直播，你明明知道直播是什么样。我那会儿不知道这是直播工厂，我那会儿只知道这是推田食品厂。我们不知情，我们3个跟你的区别就是我们都是被动的。你组局你是被动的，我是为了帮助工人们发财。你也是为了挣钱，你不是为了发财。我刚才已经自首了，我说我就是这个背后的老板。不，我自首了，我一会儿就会被拉走。好了，就是。好，还没到狗咬人，人咬狗，人咬人，狗咬狗的阶段呢。啊，不如狗，狗才是最善良的，我们人类才。好，的确，你们都存在杀机。2年前我在搬砖，从我旁边脚手架上掉下来一个女的，就是小青蛙。昨天我们去直播间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桌子上放了这么一个兔子，这个兔子是那个小青蛙女孩的。发现了安文哲，他在找这个小姑娘，我害怕这安文哲是来杀我的。我怕还是进不了那个电竞俱乐部。趁着没人的时候，我偷溜进他的房间，发现了这个笔记本。安文哲安排的你们4个人的死法，我就以为他就要把我圈在这里，把我屠宰掉。我是青蛙爸爸，我是青蛙爸爸。小青蛙是我的女儿，我认为她杀了我的女儿。其实我才是这个直播基地的老板，这个推田食品厂就由我接手。他来抢了我的公司的，这是我的地方呀。好，我们先搜证，还有很多线索并没有被发现，比如说通向2楼的后门区域。你说就是这个地方是吧？对对对。我们得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都是忘恩负义的人，都是踩在我的肩膀上，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刚才那几把都是他把我们救出来的，故意博取我们的好感，杀手啊！你可以这样理解，我也可以这样理解为你为忘恩负义。哦，可以，没问题，忘恩负义没有问题。哎，这什么？哦，一把刀。哦，这不绑我们的绳子吗？哎，是。绳子是你绑的我们，你来过这里啊？我就去看我们的那个车厅大门，还有这个工厂的后门。是不是有你一个人来过这儿？哎，我来过这儿。你为什么来？晚上我就偷偷的回到2楼。我去2楼的时候，我经过这儿了。啊，那就也算他一个好了。这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什么？就是这个新风系统。新风系统开启后可以进行全工厂空气循环。从这儿下药，在这儿如果下了迷药，可以把整个工厂的人全都迷晕。哦，你把那个里边扣一下，拿。朋友们，看，哎，迷庸了，对，迷庸了。滤芯里面有个迷庸了。哎，朋友们，安全火柴点的，那个黑色胶带是什么东西呢？不懂啊。这里面写着
超强粘力，杀人手法，会不会是那个安文哲他点的这个，他想给我们弄的，不是凶手本人过来的？那就是有一个问题了。这一切如果是安文哲做的话，那个凶手一定得知道安文哲这个计划。没错。要不我们上去看看呢？好。那还有啥？再看看。就我觉得还是得再仔细找找。你什么身份就要找？对啊，你什么身份啊？我是一个公民的身份。这些都是你们早上翻那个东西。哎，绳子这怎么会有绳子？哎，有个遥控。哎，哎，这不是1楼他办公室里的那个吗？拿出来，都拿出来。这里有东西，等一下。哦。强效喷雾，失眠患者这个无色液体。别人写的这个叫做它强效睡眠喷雾。那个人把这些上一案的工具利用了。对。聪明。聪明。哎，等一下，这杀手确实聪明。为什么他需要用到这个东西？他一定是有障碍，他的作案路线上面，所以他需要用到这个解决掉一个障碍。那他的障碍只有安文哲呀。对。哎，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说。这个姓安的为什么要上来拉闸？是的，为什么要拉闸？这是1楼的电闸。我们要不就去1楼看看，现在去那个大厂里边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走。这个按不动这儿了呀，问题是。哎，你看起来比昨天聪明太多了。你昨天看起来。昨天不是凶手吗？你在装傻对不对？你今天看起来好像机灵了10倍。哎，我们今天早上是什么时候醒来的？几点钟？8点醒了。那个迷药是几个小时？还是6个小时？所以有可能2点我们闻到了迷药。接下来就是时间线的问题了。来，我应该是第一个，15到30。几点？15到30。12点。26号凌晨。你去了他办公室。对。然后你几点去后门查看了呢？20的时候。12点20的时候。你看，我在15到30这个期间，我花了5分钟时间在他办公室，又花了10分钟时间来这个前门看，来那个后门看。后面你就一直待在房间里，没有出去过？没错，没有再出来过。OK， 好的，你的时间很清楚。你呢？您12点35的时候就去了老板办公室，搜了一遍，什么也找不到。然后呢，就在38分的时候呢，发现他手机来了个消息嘛。谁的手机？安文哲的手机弹出一条消息，就说小黑客发给他的嘛。然后我照完之后，我就想说，原来他想夺我的这个财产，好，我要回去想想怎么杀了他。于是呢，我就在38分看完那个消息，拍完照之后，40回到我的配件间里。12点40。对，12点40。哦，你的杀机又重，出现的又早。12点15分的时候，我在宿舍呢，当时一直在宿舍，之前也在宿舍，我看到他出去了，然后15分钟之后回来了，就跟他的时间是吻合的。对。然后12点45分的时候，我准备去那个直播间看看。那12点15到45之间，你一直在寝室？对，一直在寝室。然后我就从宿舍通过这个办公室，到了密室，按那个电梯，我去了直播间。然后当时正好是45分嘛，看到他把主播遣散了。哦，你看见了。我就拿到了主播旁边那个兔子，当时我就很害怕，我说这兔子怎么会在这儿？我想找到那个直播人员是谁拿到这兔子了，我就又回到了办公室，我想找那个直播人员的名单，但没找到。然后在密室里发现了那个箱子里那张半张纸，就是那个血海深仇那个。当时我就害怕，我说这个是不是回来寻仇的？你一直在害怕。对，就是这样。几点回的寝室害怕呢？45分是上去的，55分我就回到宿舍了。我当时就一直10分钟来回就10分钟，你的时间是吧？对啊，55分我就回到宿舍，然后特别害怕，然后1点15分的时候我就从宿舍出来，我在走廊上。1点15分又出来？对，1点15分出来，走廊上打电话给我老师傅了。这是我说的那个电话。没错，这是我的时间线。那这个把你排得很干净，因为你如果1点15分才发现你的杀机，到2点，他就要点那个香把我们迷晕了嘛。对啊，你来不及准备。
凭什么来不及？没有凭什么，只是我这么推测，你可以。这么推测就不对。好的，下一个那个白说自己的时间线。我1点钟去了2楼。1点钟去的2楼。1点钟。你去2楼的动机是什么来着？就是想吃完饭想遛弯。这个动机就突然去了2楼，因为咱们之前去的时候，我看到了青蛙爸爸，因为我知道青蛙爸爸是我自己，我有那么多摄像头，有那么多人，我不敢当时表现，所以我要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摸摸的走上去，然后去查看一番。明白。1点09，拿着玩偶回到了我房间，然后呢，玩偶里边就发现那个手机链什么，确定这是我的了嘛？然后我说这必有诈，然后我就要去办公室里边再去看看。几点去的办公室？1点10分就去了办公室，然后就发现了关键性交给你。这个老板他就是杀了我女儿的人，所以我一定要干掉他。所以你的杀机也是在1点10分才出现啊，那就不存在什么这么晚发现杀机，不可能，因为你们都是很晚。对。很多人凌晨的时候看这时间线都在工厂大厅行动过，所以肯定留下了点什么。对，那我们再来找一找看，他们还留下了什么？是谁？是谁留下的东西没有被发现？啥也没有啊！哎呀！有个鞋带。啊！你好厉害，是都有吗？真的假的？这是绿萝的种植方法吧？都有鞋带。哎，这是什么？录音笔。这么大个东西。厉害。长按开机。喂，我少了些东西，好像是有人发现了什么。还是如期进行。现在工厂里只剩他们6个，我2点用草本迷药迷晕他们。2点。用大包绳绑到2楼。我到时候会提前吃一片芦荟叶，防止自己被迷晕。无论如何，都要进行杀人的直播。这通电话里面对凶手来说最有用的信息是芦荟。看一下哪个芦荟被切过？有切过，掉过一段。很明显就是凶手听到这个东西，知道了计划，知道芦荟叶可以防止晕，含一片在嘴里边，对，就在床上装晕了。然后他布置好了那个现场，他就跟着被绑上去了。然后我们醒来的时候，他也是假装醒过来的，其实没有晕。但是你有个什么问题？那个喷的用来干嘛呢？对，我也不知道。没有别的线索了吗？后门和现场我们还得再看一看。对。这门能打开吗？开不开？开不开？锁的，我们出不去啊。有没有紫色的地方？因为那个东西如果喷了，它会残留紫色的东西。这儿，在那儿，这个地方有紫色呀。这不是紫色吗？我真的，同城旅行也是紫色。是啊。看看上面。易燃，啥也没有啊。易燃是什么意思？装的是不是安全火柴啊？安全火柴易燃。哦，这绳子是能被点着的呀。哦。所以呢？想一下。少了，就擦火柴的那个。哦，那个被撕掉了。
那个火柴盒里还有那个摩擦那个纸。对，10支一盒嘛，这是9支，也就是凶手拿了一根火柴，把这个盒撕了。机关。哦，我知道了，有可能是他把他，比如说这样的话，我们刚说他提前把那个喷晕了，放在那儿就 OK 了，他把它绑在那里嘛。哦，电的时候。那这个黑胶圈还没有，超强粘力不知道是干嘛的。OK， 那肯定是一个装置嘛，咱们上去找找嘛。好，是这意思不？对，应该是。如果是这样的话，看他手腕有被绑的痕迹吗？手腕没有啥被绑的痕迹。哎，怎么了？扳手上面有烧焦的纤维的痕迹。哦。绳子绑在上边。哦。那绳子怎么烧呢？想想，他如果绳子一烧就跳闸是吗？不，我看一眼这是 B-box 啊，干嘛来一段 B-box 啊？不，这个绳子绑这儿一定是怕下来的作用，是开的作用。开的那一刻，我们里边不是啪啪，那个时候是刚才他拉下来那一刻的作用。他做什么能够拉下来之后，然后他又能被烧？喷雾它的作用。哦，我知道了。你说，我们出门的时候，其实我们只看到了那个门在动。对。哎，那怎么了？有人在敲门。它其实是这个尸体，它被电的时候它在动嘛，说明那时候尸体是活的。我们一直有一个误区是，它在动的时候是它刚刚上来。其实如果可以把这个给去掉，对呀，他一直在这儿，他一直在这儿，他是被迷晕了。他在这儿的时候没有死。我们刚刚踏出来的时候，他这个电闸啪一开，就是被迷晕了，他被电了，他也会动。那就是那个喷雾就是给他喷晕嘛，让他在这睡了一晚上，然后就造成了是他自己来开闸，然后不小心误触电死亡的一个假象。但我们的1楼的电源开关用来干嘛？你再看看。我觉得可以看看，检查一下那个门把手有吗？没有。这儿，不是摩擦，纤维烧焦的痕迹。哦。绳子固定在这儿。你们绑一下，还原一下。等一下啊，来，你绑在那儿，那就是这个，那是第1处，这是第2处是吧？等一下，我觉得这个短了，对不起，因为我觉得它有可能延伸到更下面的地方。它延伸到1楼，所以控制1楼的开关。哦，有可能是那个传送带，也有可能。为什么是传送带？因为它一摁开关，那传送带开始运作，就可以把绳子拉动，这个电闸就会下来。所以那个电源开关是用来启动这个时间装置下面的，因为它垂到下面了嘛，对吧？有可能直接是垂到最下面。哦，我知道了，下面那一头的绳子一定是用强力胶粘住的。哦，哎，传送带是可以的。强力胶，我觉得真的是传送带哎。哎，大力金，是，是，就是这个，就这，哦，牛，太牛了。但是现在那个绳子是通过什么手法消失的？它怎么引着的？这个火柴和那个擦炮那个东西，我们没有找到，现在对，没有破解它。
一定是着火了。早上案发时候出门的时候是有烧焦味道的，当初我以为是触电的味道。哦，有烧焦的味道，有的，你的鼻子都闻到，我们都没闻到。绝对有。打个比方，那个地方一烧着，它就这个绳子就顺着传送带往下走了嘛。对，那就是不是在那边有什么东西啊？哦，在这儿，哦，在这儿，什么？哦，哦，在这儿，啥呀？大哥，他把它贴在这里了。啊，摩擦火柴啊，他把这个贴在这个上面，火柴这样。然后这个东西，对，对，走过的时候起火。这是天才吗？这个人这么聪明。等一下，我觉得他是天才，我最好他现在就出来认这个天才这个名讳。我认啊！我觉得是我干的这事。不，我认这种事情。我认这种事情。行了，破案了，破案了，破案过程破案了，没问题，非常好。一定是这样的。就还原了这个案发现场，然后呢，是谁干的呢？我已经锁了。你锁谁啊？至于我锁谁，我现在还不想透露。回前厅吧，回前厅吧。还原一下杀人手法吧。首先我们发现了一个喷雾，对，然后发现了一个1楼总店，然后在那个密室里面发现了很多绳子、火柴、胶带，其实都是凶手作案的工具。然后凶手呢，肯定是听到了这个录音。现在工厂里只剩他们6个，我2点用草本迷药迷晕他们。知道了被害人的一些计划，他想利用这个计划来杀掉被害人，但同时也让他自己存在在被绑的那个直播间里面做一个不在场证明。所以他首先把被害人给迷晕了，放到电闸的旁边，制造了一个意外死亡被电死的现场，然后他用绳子把那个电闸给捆上，拉到了楼下，贴到了传送带上面，然后把火柴贴到传送带旁边。在我们醒的那一刻，利用1楼的电源开关开电，绳子被传送带的力给拉下去，关了电闸，同时绳子自燃。然后同时被害人当即被触电，他开始发生抽搐，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睁开眼看到那一幕，一边抽搐一边有火柴燃烧的味道，制造了这么一个假象。是的，非常不错，我觉得这个能推出来真的很厉害。警探，我现在有一个方法，直接锁凶。那个遥控器，对吧？是车指纹，你不要告诉我。没事，继续。好，开个玩笑。但的确是那个遥控器，昨天还是没有电池的，今天就有电了。谁是玩弄电的人呢？配电接。可以啊，但是这个东西它不就是无非就是有电池和没电池的原理吗？也不一定非得是一个玩电大师才能明白的东西吧。但这个电池的型号很特殊哦，不是普通人就能买到的型号。我觉得那个电，我们都出不去，被锁在这儿。不是，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东西只有你有这个电死的。哎，你不要吧。可以，OK， 好，可以，我等着你，我就等着你呢，来。让你久等了，就是只有你有这个电死别人的这个叫什么呀？这个还有吊死，满足了那个线和那个电，对，电和线都满足了，再加上你有知道他要找到你。而且你也符合第3点噎死，因为他刚刚这么说的时候，你一时间好，你非常符合这3个字。这个是很离谱的一件事儿，你知道吗？为什么？他说了这个文字叫做亲手安装了所有摄像头，但是目前查到其期间间接，听到没有？间接不是我做的，就是因为我装了摄像头，间接导致了这些人被电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装了摄像头而已。因为这个去定他，我觉得有点离谱。没有说是要定，我就想听一听。只是说有这个东西在，不然它存在也没有意义。
加重了一层嫌疑。你是这里的 boss， 这里东西都是你设计的，所以你更容易像是会听到这通电话的人。比较满足作案条件的一个人，反正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时间就是1点半。啊，对，1点30，他是在打这个电话吧？对，所以这个凶手这个此时此刻一定是在这个人身边或者他周围。这不一定哦，这不一定。这跟录音笔，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一个前置条件。对。所以这个录音笔应该是他提前放到那儿，凶手一定是第2次回去了。那个录音笔就是我们凶手录的，一定有一个人回到那个房间才能录到这个东西。没错，重点是谁会2次返回？每个人不都会吗？不是4个人都会啊，不是4个人都会啊。按照我们的时间推理，他15分到30分游走了一圈回去，拿了个电脑。他的初衷是啥？初衷是要逃出去。他为什么要2次返回？他看到那些卡牌了，他以为那个姓安的要杀他了。对，一个正常人，一个人要杀我，我还要去找他。安安静静看完了那个卡片之后，就再也没出过宿舍。他是这样的逻辑。OK， 所以他没有理由2次返回，他跟我是一样的。哎。你为什么没有理由2次返回？因为我15分打了电话，老师傅那边得知他要追杀我，我才确定这个人就是那个姓安的要来杀我。我当时那种心理，我怎么可能2次返回去迎头撞他呢？就是害怕，我就是害怕，那就蹲在宿舍里害怕。对啊，我实话实说，我就是害怕。那他会不会来宿舍里直接干掉你呢？那我也不会主动去找他呀。我觉得贺说的有道理，是从杀鸡出发，到底他是要躲着安文哲，还是要追杀安文哲？那你要是这样，我就是要杀他。对啊，对啊。所以按照动机来说，是锁在你们2个人中间，你和您。你说排掉我们2个，但是锁他们2个，但我觉得宁哥嫌疑很小。你不要认为你保了我，我就会保你哦。不是你听我讲，你先听他讲，先听他讲。他如果听到了1点30分那个录音，他一定会知道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个姓安的要把我们送进杀戮。不管这安死不死，只要我进了这个杀戮，我的身份一定会被识破。那他的目的不就是保住自己的身份吗？那他不仅要把安杀了，他还得让自己不进入杀戮。但是他今天进了，所以他对这一切都是不知情的。他说的对，他绝对是没有听过1点30分那个录音的。对，他不会让自己去进入杀戮的直播。是的，他的身份是不能被识破的。说的对，你们要这么排，就只能是我了呀。的确，按照就这一条线啊，就是从杀鸡来看，那只能是我了，哥。真的是只能是他。首先，刚才是你觉得我的嫌疑更重嘛，对吧？对，这么排只能是你觉得我的嫌疑？来，你再说说你觉得谁的嫌疑更重？他是因为刚才他们说你有可能就是他说的那个，就如果说我现在还一口咬定你，那不就很奇怪吗？对不对？你觉得他的嫌疑更大，对不对？要立马说出来一个第一怀疑的人的话。OK， 好，我认为你是 X。你今天你指责过我和他，但我认为他是安全的。他第一个指责了我，然后我撇清之后，他再指责他，然后在我心里他俩的嫌疑，他更大，所以我就认为你是 X。哦，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懂了？明白了，明白了。对。我不知道我这里记得对不对啊？确实，在你们自己的口供里面，就唯一有过2次行动轨迹的就只有白。我1点钟去了2楼，1点09拿着玩偶回到了我房间，玩偶里边就发现那个手机链什么的，确定这是我的了嘛。然后我就要去办公室里边再去看看，1点10分就去了办公室。没有啊，他也有啊，他在1点14的时候出门了。你出门干嘛了？
打电话给老师傅。特别害怕，然后1点15分的时候我就从宿舍出来，我在走廊上，走廊上打电话给我老师傅了，我在走廊。白的2次这个行动都是为了去调查这个人，第一次是2楼看直播间，第2次是直接去到办公室，有很明确的调查意图。对，调查意图，这2个人嘛。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凶手他一定是2次回到现场。对 ，OK， 我们从动机的角度来说，我不会回到现场。如果我回到现场，我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因为我已经知道他要杀我了。那你就杀他了。我就杀他了，所以我绝对不会2次回到现场。所以有一个逻辑是这样的：你2次回去，你要不要杀了他？我就干他了。没错，通过你2次回到现场的一个动机的话，他已经消失了。你在帮他排清？没错，他已经清了。啊，他不是凶手，我能感受到他不是凶手。未必。我们2次回去一定要是杀他，因为我知道我回去也要杀他，他也回去要杀他，所以就在你们2人之间，你一定会2次回去。为什么？因为你打了个电话，那个电话里那个师傅。我说最后一遍，我打了个电话。那电话里说什么？我是意识到安是要来杀我的。那电话里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老师傅，有没有看见一个人来工地上找我？然后那个老师傅说有一个鼻梁上左边有痣的人，就是安文哲的长相。我就意识到那是安文哲来调查我，他知道了我当时那个女孩掉下来的时候我在旁边，他要杀我，他可能来报仇，所以我怎么可能迈得出这个步子到外面来2次行动呢？你刚才说的是左边鼻子有痣，你是不是要回去确认一下他左边鼻子是否有痣这件事儿？好，我们再可以去往前想一想，8点的时候案发的时候醒来的顺序。你先醒，我先醒。你凶手装晕了，我怎么会先醒？我一定会等第1个人醒了之后，我才会醒过来。所以是第2个人醒。我是第2个醒的吧？谁先醒这个东西是没用的。我是凶手，我可以先醒，叫醒大家也可以；我是凶手，我装作最后一个醒也可以，这不是一个理由。有道理。现在其实我们3都不干净，最干净的是他。谁是凶手？你觉得？我本身我自己知道我不是凶手，白肯定不是嘛，我能感觉到他不是凶手。就在我心里，你们2人是嫌疑最大的。所以我开始的时候，我认为他的动机最强。刚才的游戏也好，他是最先逃出去的，所以就在你们2人之间。行，那我们就准备去投票吧。我怀疑的凶手其实就是他会存在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他要2次返回现场，所以这一票投给贺。 2次回到办公室去听到那个录音的人，我觉得只有他。作案过程就是将计就计，真凶人选是。我觉得他就是为女报仇。我投的真凶是白汉子。锁凶的范围放在了2个人身上，一个是白汉子，一个是贺泥巴。真凶人选锁定的是。 我是8分糖，我选择。今晚我力保他，今晚你力保他，到底谁是大傻瓜？好，到底谁丢脸？我保他，你保他，到底谁是大傻瓜？最后是看，咱们都去看一看。不会了，不会了，不会了，不会了。藏在微信里的同场旅行，硬核低价藏不住。接下来进入同场旅行真相揭秘时刻。 我真的紧张。没事，没事，没事，不要紧张。今天的案件中，嫌疑人有白汉子、贺泥巴、柯安看、宁灯泡，其中有2个人获得票数。就是白跟贺嘛，就我啊，是吧？
对啊，只有咱俩了呀。说实话，老姜，你今天要是凶手，你发挥的也很不错。我很纯。他今天玩的挺好的，他今天玩的太好了。我投的贺。小 X。啊，真的假的？你真投他呀？看着吧，你看着。好好好。现在又什么东西啊？他投了贺啊！你为什么要投贺？你没投贺吗？我投了贺啊。对啊，那你不应该开心吗？他跟你票一样啊。哎，对啊，对啊。不是，但是在我心里他是 X， 他是 X 啊。X 为什么要投贺？他们俩，你怎么还觉得我是凶手？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天哪！难道你不是凶手？我当然不是了。咱等最后宣布了再看，好吧？哦。获得票数的就是白汉子和贺泥巴，他们获得的票数是哇，不是吧，兄弟们？分别是3票。我今天投的真凶是白汉子。白汉子。真凶人选锁定的是白汉子。真凶人选是贺泥巴，这一票投给贺。我选择贺泥巴。分别是3票。什么？分别是3票。平票。那咱们赢了，咱们赢了。平票，好人赢了。平票就是好人赢。在平票的情况下，凶手输。无所谓，无所谓，我是好耶。你耶什么？好人赢了，我是好人，我就知道我赢了呀。平票的情况下，投对的玩家获得金钥匙。啊？什么玩家？投对的玩家。哦，那这个机制是对的，还不能躺赢啊！你说不定投对了呢。对，我说不定，万一呢？反正现在5-5开嘛，对不对？无所谓。你今天不是 X 啊？哦，你是 X， 那你投他？他是 X 啊？你。我现在就怀疑我自己了，老白，要不我真给他傻瓜，我真的是傻瓜了。接下来即将公布真凶人选，真凶就是真凶就是白汉子。Yes！ 哈哈哈！我就知道是你。我跟你说吧。幸好，哎，你真的，你差点把我带走了。今天我现在有点想哭。你今天差点把我带走。我现在有点想哭。你最后那段把他保的呀，我都觉得你是推探里的 X 了，我才知道你是嫌。我突然不认识这个人了，我一回去给他微信拉黑。我觉得我是傻瓜。你也不行啊，你啊。对啊，我是不行啊。抱歉，让你说了，抱歉。接下来，我们请白汉子公布本期是否有 X， 并且 X 是谁？哎，是八姐吗？是她吧？来吧，你还在这。没有，不是，八姐。你们两个真的二搭呀！今天是我就是为了让大家觉得不可能，完全没往那里猜，玩点这种小聪明，但是完全好像没啥用，没啥用。OK 了，家人们，非常圆满这一期。哈哈，恭喜阿哥，你也是赢了，但是你没钥匙。不是啊，银灯泡，私下里在那儿都会跟我说，
你今天太暴赫了，你不要因为你跟他私底下关系好，就是知道白哥他今天这个状态，觉得我懂他。我们让宁灯泡发表一下感言。今天我觉得是这样的，他上次相信了我，被我骗了。今天我从头到尾的相信他，还一下是吧？对，还一下。OK。你真的从头到尾的相信？从头到尾相信他，因为他今天太正常了，太松弛了。今天获得金钥匙的玩家有柯安看、贺泥巴以及金汤勺，谢谢，恭喜3位。由于贺泥巴在本案之前使用了抢你低卡，什么卡？抢你低卡，指定一个人可以把他当期的金钥匙抢过来。他指定了一个人抢夺他的金钥匙。他抢夺的人是8分糖。你好聪明、保一下，万一他赢了呢？他今天没有钥匙嘛，所以你白抢了。对，如果我输了，他赢了，那就还是他的。他怎么都能拿到，怎么能拿到吧？对啊。我第2名还行，第2名。哦，他这2天都选错人啊，连这2天。哎，等一下，起雾了。哎，他眼睛出来了。哎，40小时过去了，你们还记得自己是谁吗？是谁？我是金汤勺啊。我是宁灯泡。我是8分糖。哎，我想起来了。我们不是金汤勺，你不是8分糖，我们去团建的，你忘记了？那你是谁啊？哦，他是金靖啊！对呀。和你说金鱼，开杯3，我们来啦！你们是白宇、迪丽热巴、金靖、刘宇宁、张凌赫、周柯宇。你们之前在团建，但其实你们是带着任务团建的。你们的任务是要找到个极其危险的人，并抓捕他。但是第一次你们任务失败了，发生了爆炸。我其实已经得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就是之前你们找到的那张地图，上面的几个地点是这个人曾经出现过的地方。这个推田食品厂就是其中之一。我让你们在推田食品厂的6个工人身上重生，来调查这个地方跟神秘人之间的关联。但是我的能力有限，你们重生的40个小时之内，你们还是会失去记忆，完全同化身体的记忆和本能，直到40个小时后才能解锁自己的记忆，我也才能出现跟你们联系。神秘人，他一手制造了这个杀人直播。这个神秘人呢，其实是我的幕后老板。就每一次杀戮直播都会死人嘛，最后的尸体帮你处理。没错，说不定神秘人现在就在这个区域里边看着我。是的，就是他，就是他，这双眼睛。不是他。哎呀，忘记说了，这几个地方都被安装了炸弹。虽然在40个小时内你们没有记忆，但是我相信，凭借你们的聪明才智，一定可以看出有问题的地方。如果能够在40个小时后回忆出这些奇怪的地方，并且拆弹阻止爆炸，你们能救下不少人。其实我们这次的这个案件呢，我觉得
更多的是想告诉大家，不要以为自己没有按下那个按钮就跟你没关系。其实你站在旁边观看、起哄、参与，哪怕你不是最后按那个按钮的人，其实你也是有责的。今天其实也给我很大的警示，因为是我导致了一些人损失了很大的钱财，还投入到了这么一个比较不健康的直播当中。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觉得一定要去学会甄别自己的行为到底会带来什么后果。比如，在故事里，我扮演的角色柯安看，就无意中成为了非法直播链接的搬运者，间接性的成为了非法直播犯罪的帮凶。虽然柯安看是无意的，但是却在无形中助长了罪恶。我觉得就很像那句话吧，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就是有的时候你的一个举动，或者说你贪图私欲的一些想法，可能会危害他人的，大了说就是性命吧。所以我觉得不要觉得自己做的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它可能会像蝴蝶效应一样，可能会波及到更多人的生命，更多人的安全。我们作为好人，千万不要被恶给吞噬。就像本片中的宁灯泡，他自己本来是一个好人，他发明创造，可是呢，他也被黑暗吞噬了。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就一处像光明的太阳，我们被温暖；一处像黑暗的黑洞，我们被吸进去。我们永远不要成为被吸进去的那个人。当然，也想跟宁灯泡说一声其实很多人都会遭受一些不好的遭遇什么的，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用一种正向的一个东西来回馈这个世界吧，而不是说泼来了脏水烧开了泼回去，那你就跟这些泼脏水的人成为一种人了。就是人最可怕的就是自己变成自己讨厌的那个人了，所以希望还是要心中充满爱新奇直播的话呢，能够吸引眼球，得到流量和关注。但是我们说这也是个双刃剑，有一些新奇主播，他只要不违法违规的话，那么他能够丰富我们的网络文化的内容供给。但是另一方面呢，有一些就像是低俗的、打擦边的、残忍的、令人不适的，那么这个就触犯了法律的红线底线，构成了违法或者是不良的信息，是需要进行防范抵制。那么我们的平台如果发现有这个问题，应该要及时的进行这个删除或者是处置甚至要对相关的主播进行警告，严重的话要封号因此的话，还是要提醒每一位主播诚实劳动、合法经营。那么像这种情形，显然是违反了相关法律的规定，可能会承担3种不同类型的责任。那么一种的话呢，就是构成了侵犯隐私权、肖像权，那么要承担民法典规定的民事责任，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以及赔偿损失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形的话呢，是可能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因为偷窥、偷拍、侵犯他人隐私的话呢，可能会被处以罚款，甚至是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第3种情况呢，就是可能会违反刑法，构成非法使用窃听窃照器材罪，那么这个当然就是最严重的。那么普通的民众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当然要大胆的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种的话呢，当你觉得个人隐私受到侵犯的话，你可以报警。那么第2种路径的话呢，你如果有相关的证据，也可以到法院去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自己的隐私权等等受到侵害。海盗公馆是有一个传奇女海盗推三娘的祖宅改建而成。我知道那个推三娘，然后不该说的别乱说。来对下钟声，参展者们将复刻推三娘与大海的传奇共鸣。让我来看一看各位穿的跟当年像不像？我们跟当年有啥关系吗？沉浸展览一旦开始就不能停止。公馆噪声严重，这个展很安静。我们都觉得吵，其他人觉得安静。哇！我们走的时候，老板还在那个屋里，也没过一会儿他就走了吗？他走之后，我们又试了一会儿。不对，我都忘了，我很害怕。白纸画好像又想起了什么 ，In-Rap 神魂颠倒。哦，这个岛就是神魂颠倒。同款海盗服，各位穿的跟当年像不像？
思了？他想让他死在水里。船长开船之前就知道似曾相识的作案手法。蜡烛都亮了，沿着蜡烛走，我们要上船了。这么大一个橘子，听起来就不好吃。是你吃的吗，盖面？欧梦，欧梦，欧梦，有眼光。哇，草莓蛋糕哎！1点35，离开坛前的办公室后，我迅速到车间摘了一片芦荟吃下，然后找到昨天发现的强效睡眠喷雾带回宿舍，再备好了一把小刀，躺在床上，假装被迷晕。我真去他家上过一回表演课。真假的？你开表演班，我也想学。我2、3、4、5、6、7、8、9，数字演员说的是你。你是凶手，你会选谁当 S？我还是选8。为啥？我就那一次。你选谁？我不告诉你。如果下一次，我绝对不帮你。哎，那我们都挠头吧，好不好？都挠头吧，你都挠头哦。告诉你们惊恐了，你们还疑惑。3、2、1，其实这样可以交叉的拍一个照片的。对呀。腿长8.5米。SVIP 每周4、周5 12点更新 ，VIP 用户晚19点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3推事解锁中提前解锁角色，每周5开推吧 X 揭秘幕后真相，每周6花絮定时掉落，还有推事小饭桌不定时更新好友饭局，每周日推事万事屋看推事日常，每周1、周2预告掉落，跟鹤立摸金与推理团一起推事件。本节目由玩转你我他，让我们乐在一起的可口可乐分享屏赞助播出。又开始念问号，开始推理吧，一起推图不多，来自于家生活吧。龙武器，童子衣，推着笼罩迷局里，烛火灭。画中影，王者再度睁眼睛。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话题讨论，分享你的开推观后感。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知乎搜开始推理吧3，和知乎答主热聊精彩内容。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开始推理吧，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话筒给你，大胆开麦，关注文娱 Talk， 解锁更多文娱内容。看新闻用 Zuc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欢迎打开网易新闻1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内容。本节目感谢中华万年历西窗竹一时更衣室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畅快。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 SVIP 优惠。搜开推3预约领券，特惠开会员更可解锁超前彩蛋。搜开推3特惠开会员，抢先开推，更可解锁精品花絮。酱来啦！腾讯视频会员新品，年轻人的专属。